在娱乐场所混迹10年，金盆洗手那日，我和老实人结婚了。他身患重疾，所以跟我订了婚前协议。婚后，我玩我的，他病他的，分房睡，死后财产都给我。我只需把他和前妻的女儿叶子养到18岁就行。他女儿13岁那年，钱花光了，谭木都以为我要扛起行李箱跑路时，我却走到乔远遗照前，红着眼委屈道：老公，读个初中需要太多费用了，再穷，我也会让叶子接受最好的教育。所以，我决定做回老本行养咱们女儿。我抚摸着遗照，哭的鼻涕都流到嘴里了，心里却一直在喊来财，来财。几分钟后，我的卡里到账100万，汇款方未知。果然，和谭木说的一样，我的老公他没死，还是个小富豪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乔远去世后第4年，留给我的20万遗产所剩无几。他女儿叶子光上个初中，学科辅导就花了3、4万。重点是，叶子还不待见我。算下来，我1分钱没赚，还给人白当了4年的免费保姆。想到这里，我决定跑路。可就在刚刚扛着行李箱跑路时，我却看到了谭木，我那死鬼丈夫。不仅没死，还是个从底层一步步爬上来的富豪。就连他亲生女儿叶子都不知道他的身份。女配马上就要丢下叶子跑了。叶子表面讨厌他，其实早就把他当妈妈了。等女配跑了，叶子才会理解人性，懂得独立。这也是乔远给他女儿的最后一课。叶子长大后和他爸一样心狠手辣，找到女配进行报复。女配下场很惨，死了连个墓碑都没有。谭木还告诉我，乔远7岁那年，他父亲走了，他被后妈赶出家。小小的他，活下来就用了半条命，一路摸爬滚打，才有了今天的财富。所以，叶子必须重走一次他的路，才有资格继承他的财产。因为乔远死，磕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。叶子从出生起就是穷养，而我只是乔远复刻来时路上的后妈。就连社区里的邻居老刘也是他的人。为了确定谭木真假，我松开行李箱，去遗照前上演了慈母戏码。果然下一秒就到账了100万。谭木告诉我，之所以给我钱，是乔远刚刚说，人不露出本性，只是诱惑不够大，何况是那种地方上班的女人，精得很。乔远笃定，就算我对他女儿有感情，在巨款面前肯定会携款私逃。原来，我不是乔远的妻子，只是他的棋子。我冲到遗照前，盯着那张憨厚的脸，老实人，真不老实啊。协议结婚前，我问过乔远，你就不怕你死后我丢下叶子跑了吗？那天他说，我相信你。乔远是第一个说相信我的人。原来他是相信我一定会丢下他的女儿。可我从来没说过我是什么好人。好人、坏人，都是他们说的。我笑了，亏我在他去世的时候眼睛哭肿2天。就算他女儿不待见我，我也对叶子爱屋及乌。我勾唇一笑，携款潜逃多没出息，想让我把你女儿教得像你一样，我偏不。我把乔家唯一的继承人好好养着，不比出去找个有钱人强。正在心里偷笑时，叶子放学回来了。他盯着我脚边的行李箱，脸色低沉。我连忙松开，打算解释，他却紧紧抓住我的箱子，主动和我说话。许芷，走可以。
留点钱。我凑近他打趣道，舍不得我。他顿了毒，头摇得用力。我不是要走，我就拿行李箱出来晒晒。他一侧嘴角扯了扯，你都收拾好了，不用骗我，确实是想走的。这不是出现意外了吗？我接过箱子，把他拽进屋，当着他面把衣服一件件放回衣柜。他捏着书包站在门口看着，第一次这么亲近我，我还真不适应。毕竟这4年我俩关系真不咋地。我刚嫁进来时，叶子宁愿当着我面啃馒头，也不肯吃一口我做的菜。他爸走后，我就犟了，不吃我的饭，就别想拿钱买馒头。他扛了2天，乖乖拿起筷子吃饭，被我养胖5斤。只是平常还是不爱和我说话。他就算是去上学，也得把卧室反锁，防我跟防贼似的。我咳了咳，确实想过走，但放心不下你，所以不走了。他愣了愣，嗓音干涩道，我知道爸爸留的钱没有了，你可以走的。他微微抬头看我，目光对视的瞬间，又低下头，之后像是做了很大的决定，冲到我跟前，扯住我，仰起头恳求，没钱，我会被打，你不要偷偷溜走，可以光明正大的走，但是要给我留钱，几百就行。我的笑容僵在脸上，捏着他的脸左右打量，两边都有巴掌印，一边2巴掌。谁打的？他张了张嘴，小声道，读初2的林芝，老师不管，能留钱吗？叶子将来可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女霸总，怎么可以被人打巴掌呢？呜！我冲到客厅猛拍茶几，冲着一向嚷嚷，大胆，敢打我女儿，反了天了，臭香闺女，明天妈就带你去学校要说法。但我的内心，我还没露出本性，诱惑不够大呀。老实人再加个0吧。嚷嚷了几分钟，余额莫增加。叶子愣了，檀木炸了。啥？香闺女？不是喊她臭丫头的吗？还自称妈？救命！这是咋了？那好，那你明天到学校来找我，我在 C0405 班。叶子说完转身回房，扭开房门时补充道，许芷，明天不要穿裙子，穿衣服和裤子可以吗？我磕巴道，哦，好。以前送叶子去学校，他都不让，嫌我丢人。我以为他今天也会拒绝我，结果，我又急得来回踱步。这辈子最怕的2件事就是没钱和现老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扫了一眼手机里的余额，出门买了几套淑女装，胆子也大些了。想起叶子那套皮卡丘的睡衣，都褪色起皮了也舍不得扔。我又给他买了几套衣服，去蛋糕店给他买了奶油泡芙和草莓慕斯。之前是把钱紧着花，1年才带他吃1次，现在不用了，本就是大小姐的命，每天穿得脏兮兮的，一点也不清澈，像什么样子？未来雷厉风行的女霸总。你妈来了。上午10点，我带着叶子到了办公室，和班主任陈述完经过，他却只是扶着眼镜框懒懒道，除了叶子，我们年级都没有这种情况。我愣了，脑子里回荡着我妈当年那句，为什么他不打别人就打你。眼前的杨老师只是说的委婉了些，那时如果不是一个黄毛姐替我出头，我不知道要挨多少揍。现在这个年代，什么都好了，但也什么人都能被叫老师了。我笑了笑，杨老师，你不是应该叫那个打人的女生来了解情况吗？他把手里的本子一摔，看向叶子，她是你那个后妈是吧？叶子看了我一眼，点点头。杨老师上下打量我，看得我浑身不自在，随后厉声道，我是你女儿的班主任，也是几个班的班主任，很忙的。
其他人该报的班一个不落，每天连放学了都是在教室里搞学习，自然沾不上那些坏学生。家长其身不正，也不要教坏孩子。我正欲开口，叶子抢话道：徐芷没有教坏我，她每天给我做饭。虽然这句话声音很虚，但我心里却泛起一丝暖意。这时谭木又出现了。突然觉得叶子爸爸太较真了。甲死后第4年，叫人去中学宣扬徐芷的工作，老师同学都知道叶子这种家庭背景，所以才老让人欺负。乔远也是为了让女儿好，在屈辱和打压中长大的孩子，长大才会坚强，至少不会像我们这些普通人一样为了情情爱爱这些要死要活。要不是女配偏离剧情，至于在这受委屈，女配要是按照剧情走，乔远都不会替女儿出头好吗？乔远真狠，遗言要我把叶子放在这所学校，我以为多好呢，结果是个烂学校。杨老师起身要走，我叫住他：你等等，是不是报了所有班？你才管这事啊？他转身：这位家长，你这话就说的不对了，这钱可1分钱不进我口袋。叶子，我给你报班好不好？他犹豫了一会儿，摇摇头：不用了，之前报过，钱花了，我也没有太大进步。吃瓜檀木：叶子不是很想上学科辅导吗？何止啊，还想转学呢。他最想去上一中了，每次放学都会去一中门口逛逛，所以很明显啊，他在心疼后妈呗。叶子自己的视角只是个没了爸爸，住着破楼房，只剩后妈的女孩，当然会懂事点。班主任突然开口，打断了我的思绪：你后妈都开口了，你到底报不报？别等到成绩拖我们班后腿，被点名就难堪了。面对班主任的催促，叶子死死捏着衣角，半天才挤出一句：不报。我扯住他衣袖轻声道：我有私房钱，我帮你报，或者转学。他抬头看我，刚准备说什么，目光落在我身后，快速说了句：徐芷，先回去吧，我有急事。下一秒就跑出去了。我顺着他刚刚的目光看向身后，玻璃窗外什么都没有。班主任白了我一眼，丢下一句打人的事我会去料解的也走了。我走出办公室，琢磨着给叶子转学的事。这时候转学也麻烦，流程我一点也不懂。烦躁时，上课铃响了，学生一窝蜂似的往教室方向跑，我被人群推着走。几秒后，原本喧闹的走廊瞬间安静，只是走廊尽头传来一些稀碎的声音，越走近越清晰。昨天不是给你写了纸条要50吗？这几块钱你打发乞丐呢？林芝姐，对不起，家里就找出这些，你们现在不要打我。刚刚你们也看到我妈来了。是叶子的声音，她居然叫我妈，哈哈哈哈。妈妈，你爹娶的那个后妈，在那种地方上班的能是什么好东西？跑过来挨揍，就是他的急事。我撸起袖子就开冲。原本守在洗手间门口抽烟的女生，看到我尖叫道：来人了！顶着爆炸头那女的，正拿着篮球把叶子的头当地板拍。我猛地推开她，把叶子拉到身后，指着林芝怒斥道：你这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把你爸妈给我叫来。她看到大人一点也不害怕，又是那种上下打量的眼神，用这种眼神看人，真的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吗？长得也不怎么样吗？那地方标准这么低？这些话听多了，早就不痛不痒了。我没生气，只是盯着他露出鄙夷的笑。老妹儿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酷？我去那上班之前，什么场面没见过？就你这样似的，出了校门，现了守在校门口的黄毛哥黄毛姐，你就怂了。听我这么说，林芝眼睛瞪得更大了。
指着我身后的叶子，你是真特么丢人，这点破事都喊家长，有本事咱俩单挑啊，没家长出头才叫丢人，有本事就比学习，比狠，算什么？说完，我指了指门口看门的那女的，补充道：换句话说，你能让跟你混的姐妹不抽散烟，买得起整包烟也算你的本事了。哈哈哈，女配杀人诛心呢。完了完了，叶子流鼻血了。我转头捏住她的鼻子，扶着她往外走。路过那女的时，我狠狠瞪回去，警告道：爆炸头，你再找叶子麻烦，下次我就是叫校门口的老弟老妹和你聊了。叶子仰着头，诧异地转头看向我，张了张嘴：徐芷，你认识校外的混混？不认识，吓唬他的。这种小屁孩不怕家长，不怕老师，就怕校外的黄毛。一股温热的血滴在我手背，我把他的头掰起来，仰着：别乱动，你怎么这么笨？为什么不和我还有老师说，而是跑去厕所挨揍？他没说话，仰着头，眼泪在眼眶打转。见他这模样，我也不忍心指责，折腾这么些事，他也是没心思上课了。和学校请完假，我就把他带回家了。到家后，他就钻进卫生间洗澡。20分钟后，里面间歇性传来的哭嚎声吓得我一激灵。我贴近洗手间的门，除了水声还有哭声。这家伙躲着哭，我靠在墙上听着。半个小时后，他打开门，用厚厚的刘海挡住哭红的眼。徐芷，他是不是怕校外的那些混混？怎么，你想认识校外的黄毛哥姐？他坚定，把钱给他，还不如给校外的人。像，太像我了。当学校和家人无法解决的时候，花钱给校外的人，他们就会帮你。但之后，你会依赖，只要外人帮你一次，你就会把他们当家人。同病相怜的他们也许会真的对你好，但会把你带上一条不同的路，一条看不见教室窗外梧桐树的路。我揉了揉他的头，别瞎想，这几天别去学校，我帮你转到一中。见我认真，他这次信了，缓缓道：谢谢你，长大我一定还你。我朝他勾勾手指，过来。他脚步缓慢地靠近我，干嘛？我把左手捂住耳朵，开口道：给我一巴掌。他尴尬地笑了笑：徐芷姐，不太好吧？我翻了个白眼，叫你打就打，你不是一直看不惯我吗？他抿了抿嘴唇，不敢动手。打呀，给我一巴掌，能打到我，明天给你10块。啪，他真一巴掌下来了。好在我反应快，我一个侧身，他的巴掌落在我手肘上，嘶！他捂着掌心一直喊：痛痛痛，痛死我了。看着他这样子，我笑出了声：学会默，林芝下次打你，你就这样，但是你侧身的同时，记得朝他膝盖狠狠踢一脚，这样他就追不上你了。叶子不耐烦地甩了甩手，知道了知道了。虽然他的脸上透露着嫌弃，但我看到他嘴角不经意间笑了笑。晚上，我带他去涮火锅，去电玩室夹娃娃。他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但进火锅店时，他满脸不自信，东张西望又低下头。服务员给他煮菜时，他还站起来给人点头哈腰道谢。这一幕看得我心里一梗，我讨厌看到他这样，内心一股无名火，莫处撒。乔远啊，你这样培养出来的女儿，真的会快乐吗？我们玩到11点多才回家，叶子睡得很熟。确认叶子睡住后，我坐回客厅，长长叹了口气，走到遗照旁，又给乔远上了炷香。我盯着他的照片出神，淡淡道：傻逼，哈哈哈哈，笑死了。乔远在那头直接把红酒喷出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越看越有意思了。
我怎么有些喜欢女配了？乔远咧嘴一笑，好痞。我有点磕他俩了。磕。好磕你来演。白了一照一眼后，我就开始上网查资料，研究怎么转学。1天、2天，最后花10万找了牛子。态度不好，你要办就办，别问这么多。不办多的是人找我办，连续找了10个，都是这态度。这行的牛子，好牛，但办事速度是真快。牛子通知我晚上就可以拿到通知，我火速去学校接上叶子，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他。叶子愣了好久，嘴唇发颤。徐芷，你真的帮我转了？我仰起头挽住他，是。走吧，我们拿到通知就可以，然后去吃火锅庆祝。他重重点头，哽咽道，好。到达约定地点，对方打开电脑给我们看最后一步需要提交的档。我和叶子确认无误后，交清5万尾款，下周就可以转学了。叶子牵着我的手，我都感觉到他在颤抖。可输入完密码后，手机弹出银行卡冻结的提示。牛子看出了异常，怎么回事？尾款不付之前的5万也不能退的，怎么回事？我当然清楚，檀木刚刚疯狂飘过，就在我付款前1秒，乔远就联系人冻结了我的卡。看着叶子眼里逐渐暗淡的光，此时手心直冒汗，没办法，只能牵着叶子回家。别说转学了，现在1分钱都没有了，明天吃饭都成问题。3天内不结清尾款，那5万也没得退。一旁低着头的叶子轻声道，徐芷，其实不转学也没事的，放学我尽量和同学一起走就行。我烦躁道，走什么走？你有同学愿意和你一起走吗？谁不知道你妈我是干啥的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凶他，就是感觉有些累了。我早该想到，以乔远的实力，会阻止。其实，就算转学了又怎么样？也许第2天全校就知道叶子妈妈的背景了。虽然不一定每所学校都这样，但我也没有钱一间间去找。刚刚凶了叶子后，他没再说话，而是低着头走着。走到社区楼下花园的时候，他牵起我的手，坐在了一旁的石阶上。过了很久，他才开口，徐芷，把房子卖了，你走吧。我愣愣地看着他，他继续说，我的人生从来不顺利。你说转学成功的时候，我就想过，这次应该也一样。在电脑看到转学表的时候，我以为这次不一样了。说完，他的眼泪滴了下来，他用力擦掉，哽咽道，我也很纳闷，为什么每次好事离我差一步的时候，就会出意外，在我身边的人会跟着一起倒霉的。他越说越激动，爸爸被我克死了，今天你的5万定金也因为我没有了，我不想你也出事，求你，你走吧。他起身推我，要我回家，不要再管他，让我把房子卖了，去嫁人。我用力挡住他，房子是你爸留给我的，我走不走关你屁事，跟我回家。叶子目光呆滞，在我身后嚎啕大哭。檀木也安静下来，只有淅淅沥沥的几条，感觉叶子精神状态不对了。还好之前女配没有按剧情走，不然叶子可能会出事。乔远确实过分了，女儿被人霸凌，他还想让女儿自己反击，也不算过分吧。乔远白手起家，被朋友背叛，被亲戚陷害，叶子将来要继承他全部，这点挫折都熬不住，以后不得被别人骗光了，那完全可以好好引导，干嘛非得虐自己女儿？爸爸在那红酒牛排配雪茄，女儿在这挨揍自卑饿肚子。我讨厌男主了，乔远从来没有被好好引导过，所以他不懂，他是自己爬上来的，吃过的亏，不想让女儿再吃一次。有问题吗？檀木还在继续吵，我也没有心情看了。
把叶子安抚好后，我走到了遗像旁。乔远，我知道你还活着，给你3个选择：一，接叶子回家，告诉他真相；二，帮叶子转到1中，不要再插手任何事；三，我帮叶子休学，带他学抽烟喝酒，夜不归宿。当然，第3条是威胁他的。你看，我就说女配当初就是知道了对方的身份才良心发现的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觉得女配这次提出的要求没错，乔远对女儿设置的关卡确实有些过分了。乔远正在那头看着监控里的徐芷，眉头微蹙的样子真帅。看到这条弹幕，我再次开口，你再看，对吧？5分钟不给我答案，我就按第3条办了。半个小时过去，没有回应。乔远走了，没看监控了。他居然不回复女配，他就不怕女配真把他女儿教坏吗？我们都看得出女配对叶子也有感情了，乔远肯定能看得出啊。乔远可是创一代，心机重得很。咚，叶子房间传来一声动静，我轻轻敲门，没有回应。撞开后，只见叶子死死捏着手腕，大口喘气，惊恐地看着我。徐芷，你不要管我。他死死咬着嘴唇，捏着刀片威胁我。我深吸口气，你嘴唇都发白了，还有什么力气？我冲过去上手抢，直到刀片在我虎口处划出一条深深的血痕，他才松手。我背起他就朝医院跑。叶子很轻，才1分钟，我右肩已经被血浸湿。他虚弱地在我耳边道歉，徐芷，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想去学校了，也不敢去了。我气得大喊，我不是教你怎么反击了吗？他沉默了很久，我不敢，把他打伤了，我们家没钱赔的。其实，我放学就该死了，看到你来接我，我好高兴，谢谢你。这次林芝认识了校外的人，他们说要带我去赚钱，只要唱唱歌，就有钱。妈的，我骂了一句。叶子抬手摸我脸颊，徐芷，你很漂亮，要是温柔一些就好了，以后少骂人，不要救我，他们都欺负我，我没家人，活不活，有没有出息不重要了。打在脸上的雨水变热了，我哽咽地喊道，你闭嘴。这个时候不好打车，我背着叶子踹响了社区老刘家的门，他是乔远安排在这里监视我们的。谭木也在此时想起，找他也没用啊，他早知道了。乔远知道叶子割腕就骂了一句烂泥扶不上墙。门刚开，老刘诧异道，许小姐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大骂，装你妈，赶紧把车开来送叶子去医院。他面色畏难，那我就联系你老婆来这里看看这屋子里住的女人是谁。下一秒，他火速带我们赶往了医院。啊，女配怎么知道老刘这里藏了个女人的？当然是谭木告诉我的。还好，叶子抢救回来了。我满身是血，坐在走廊上发愣。这段时间他明明很爱笑，怎么就这样了？我起身，隔着玻璃看着叶子四肢被绑住的样子，指尖嵌入掌心。有钱人的游戏不好玩，早知道看到谭木那天提着箱子跑路了。我走到楼下，买了包烟。叶子讨厌烟味，我总是躲着抽，后来嫌麻烦，就戒了。刚刚的费用是老刘垫付的，我真的走了，必须得把叶子送回去了。只是乔远的身份，在网上都查不到，我也不知道该去哪里找他。不管怎么威胁老刘，他宁愿离婚，也不敢透露。我透过烟雾，看着安静的谭木发呆，片刻后缓缓道，也不知道乔远现在在哪，女儿差点没了，也能忍住不见面。果然，谭木炸了，也给我提供了有用的资讯。那头的乔远，竟对着他前妻的遗照交代。
我要放弃乔叶了。为了你，我已经给过他太多机会了，真恶心。乔远口口声声怀念前妻，只因为叶子没做到他的预期，他就想练小号了，想把钱小三娶进门，还一副被逼无奈的样子。真想告诉女配乔远住在城郊的那栋古堡里，带着叶子杀回去。加一，我也想看女配杀过去。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收拾叶子住院要用的东西，准备出门时，老刘短信告诉我，叶子被查出重度抑郁，1周后，叶子出院了。经历了几夜思想斗争的我，打算告诉他真相。我打了台车，目的地是古堡。许芷，我们要去哪？我淡淡道，回家。他疑惑地看向窗外，这不是回家的路。我笑了笑，这是你回家的路。随后握住他的手，叶子，你连自杀都敢了，没石磨不能承受的了，对吧？他轻轻点头，许芷，你要走了吗？这是去机场的路。我抬手摸摸他的头，是，我要走了。他侧过脸看着窗外，吸了吸鼻子，声音沙哑道，好，我早说过让你走了。你爸爸没有死，我是送你回家的。他呼吸一滞，随后笑道，怎么可能？爸爸莫死的话，为石磨不来找我们？他是个富豪，很有钱，住在古堡里。他之所以不告诉你，就是想让你吃得苦中苦，成为人上人。我也是半年前才知道。我把所有都告诉了叶子。他愣了很久，随后笑得开怀，哈哈，那好呀，我们一起回家，会有花不完的钱，别人也不会欺负我们喽。见他不信，我没再说话。车子停稳在古堡前时，许芷死死捏着我的手，我牵着她下车，轻声道，来，你家到了。叶子被我牵着，却一直往我身后躲。20分钟后，门卫叫来了乔远。现在的他哪里还有民工的样子，像他这种穿着高定西装，梳着背头，戴着金丝框眼镜的人，从来不会出现在那纸醉金迷的俗气场里。叶子声音发颤，爸爸。他整个人都在颤抖。乔远朝我们一步步走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叶子。许芷，都和你说了。叶子愣愣点头，但目光未从乔远脸上移开。乔远皱了皱眉，走吧，我们家养闲人养得起的。既然你回来了，说明你失败了，以后吃喝玩乐我会管你，我对得起你妈了。至于我们家的遗产，大多数和你没太多关系。乔远说完转身就走。叶子声嘶力竭，爸爸，小时候我哭，你会哄我的。乔远想在叶子心里留下慈父的形象，坏事全丢给别人。被发现后，他也不演了。我拍了拍叶子的手，你要好好的，以后不用怕被人看不起了，做你想做的事，记得去看心理医生。叶子红着眼问我，许芷，你陪我好不好？爸爸好陌生，她这种女人没资格进门。乔远的声音响起，目光锁定我，别想着从我这里捞到好处，不用想着纠缠，我们的结婚证是假的，那套破房子给你了。我并没理会他，而是嘱咐叶子要好好治病，好好吃饭。乔远的冷哼声再次出现，乔叶，抑郁症是最没出息的病，别指望花乔家的钱治病，我只会把钱花在有用的人身上。叶子往后退了几步，我知道，他不是因为乔家不给钱治病，而是没想到他的爸爸完全变了个人。我上前拉住叶子，走，我们回家，我把房子卖了给你治，你要待在这种家里，迟早得疯。乔叶，这是你自己选择不进乔家门的，不要说我不认你。乔远冷笑着，刚走出几步，我的手被叶子扒开。许芷，松开，我要回乔家。
我没有转身，只是愣在原地。他继续开口，你赶紧回去，把那老楼卖了回点血。我担心他回家会病情加重，紧了紧他的手，不松开。他扯了扯我身后的衣角，我知道你在担心，别哭了，不用担心，我是他的女儿，我像他，我会杀了他，不是用利刃，而是用岁月。我缓缓点头，哑声道，好，你也要记得，嘴甜一些，聪明一点，先把病治好。乔远站在远处冷声道，乔叶，过来，成大事者，就该六亲不认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叶子松开我的手，低着头故作坚强道，许芷，再见。我轻轻点头，以后，把头抬起来，把额头露出来，要笑得张扬，祝你以后健康平安，再见。老楼房卖了30万，我拿着钱盘下了叶子那所烂学校门口的小卖部。收拾东西这天，久违的檀木再次出现，这就是大结局了，应该是吧？已经写了全文完了。哎，乔远看着许芷的照片，眼眶红了，是怎么回事？假申请呗，说如果许芷的出生不脏的话，会让她进门。檀木里，他们纷纷在全文完后面留下了当天日期，就连到了结局，都要恶心我一下。我松开手里的行李箱，抄起椅子狠狠朝一罩砸去，玻璃碎了一地。我把乔远的照片撕得粉碎。骗我的人多了，多这一个不多。金盆洗手那天，坏事都是一起来的。说是金盆洗手，其实是年纪大了，混不下去了，被赶走的。毕竟这种地方永远不缺年轻娇艳的姑娘，找了几个场子，都以年龄大了为由被拒之门外。那会，我也才27岁啊。当时的我，为了和家里彻底断绝关系，把最后的积蓄也给了弟弟。乔远是我的客户，即便经常出现在场所，他身边从来不会做女人。他和我说陪老板来的，点不起。同意协议结婚那年，前同事对我说，我就说吧。他说点不起的意思，就是想白嫖你。婚后，他没有碰过我，整日躺在隔壁房间的床上，喝我煮的白粥青菜。我甚至暗暗窃喜过，如果他能好，我们会幸福。结果，被我照顾了1年的男人，是装的。小卖部的日子过得很慢，每日都在重负。校门口有站着接孩子的家长，没有人接。低着头走路的那些，一看就很好欺负。他们会被校门口的黄毛叫到巷子里，从口袋里拿走2块钱，然后黄毛会拿着钱给我，老板，来根散烟。他们过分时，我会站在巷口制止。黄毛们也算给我面子，不会太为难那些学生，只是我不会卖给校内学生散烟。当然，欺负过叶子的邻居和看门那女的除外，他们经常躲在我的小卖部里抽烟。我只是造谣了几句。杨老师是如何看不起他们的？他们这种人，书不读书，自尊心可是比谁都强。我只记得那天他们把杨老师拖进小巷里，我早早关了门，一个重伤进医院，2个被开除，加上少管所。我看着后来的他们一步步堕入深渊，坐上大哥的小摩托，在小巷里耀武扬威，肚子大了小，小了大。一眨眼，15年过去了，送走了一批学生，学校要搬迁了，连我这小卖部也要拆了，还真有些舍不得。最后一次给小卖部打扫卫生时，遇到个没礼貌的往我玻璃台上拍下5毛钱。老板，来根散烟。我头也不抬地擦着玻璃台，骂道，哪个不长眼的，没看到要拆了吗？不卖不卖。许芷，你怎么还没改掉骂人这毛病呢？我擦台子的手顿住了，鼻根有些发酸。
这条路上的人都叫我许大姨，没人知道我的名字。我缓缓抬头，对视的瞬间，他摘下墨镜，笑得张扬，嫌弃地捏走我手上的抹布。他伸出手，许芷，我来接你回家了。一股酸意涌上鼻根，我下意识把手往衣服上擦了擦。他嫌我慢，一把挽住我，别擦了，回去泡个澡，带你去买衣服。高级车就是不一样，里面都是喷香的。一路上，我的脸通红。我预想过再见乔叶，准备了很多话，想和他分享杨老师和林芝的窘态。后来5年、10年过去了，没有他的消息，我也要忘记要和他说什么了。这一刻，更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。他凑近我，脸这么红，害羞了。我可听说你在这条街上凶得很。我磕磕巴巴结巴道，没害羞，没想到还能见到你。他把我的头掰起来，仰起头，别低着头，你被我传染了啊。他把手搭在我肩膀上，盯着我的脸，左右都看了看。你怎么都不好好保养一下？明天带你去办卡。还有你这衣服都掉色了，又不要养娃，干嘛不买好点的？明天我带你去买。眼前的他，出落的标致，干净利落的短发，显得整个人自信、精神。他说了好多好多话，我却没忍住哭了出来，抱住他哽咽道，我以为你不记得我了。叶子咽了咽口水，拍了拍我的背，我的青春有你起笔，又怎么会丢下你？许芷，你的好日子来了。叶子住进乔家后，仇恨让他治愈了自身的病。他不断学习，装作一切服从安排。乔远的眼神里，慢慢有了赞许的光。他也放弃了开小号的想法。长大后，他一步步接触家里的生意，广结人脉，在公司有了一定的话语权。最终，公司交给了他。上个月，乔远得了老年痴呆，时而清醒，时而糊涂，没有实权的他，被叶子送进了疗养院。乔远得知我搬进了乔家，派人把我请到了疗养院。轮椅上的他，脸上早已没了当年的精明。见到我，他只是咧着嘴笑。许芷，你还是搬进我们家了。果然你们这种女人，为了钱真能忍。我蹲下身，替他捻了捻快滑落的毛毯。为你那点假遗产，和你协议结婚，是挺能忍的。他冷哼一声，我同意你住在乔家，你让叶子把我接回乔家，以后有你照顾我。我嗤笑出声，乔总，叶子六亲不认是你教的，我一个外人，又怎么说得动他？对了，叶子要我转告你，家里不养闲人，痴呆症就是想太多，自找的，他会帮你付疗养院的钱，让你知足。他用力抠着轮椅，脸憋得通红，扬手要打我，可下一秒，他的嘴角歪了，脖子一扯一扯地看着我嗤笑。芷，你对我真好，等我好起来，一定努力挣钱给你买大别墅。要是我好不了，财产都给你，把我帮我女儿养大18岁。啪！我用力甩了他一巴掌。老东西，痴呆了还想着再骗我一次。回到别墅后，叶子除了工作，其他时间都会带我出去长见识。妈，这个好看，给你买。妈，这个我也要给你买。妈，下周我有空，你陪我去旅游。我摆摆手，叶子，你能不能让我在家歇歇啊？他瘪了瘪嘴，好吧。我戳了戳他肩膀，哎，你之前挺讨厌我的，到底是啥时候开始喜欢我的啊？他耸耸肩，你没进门前我就喜欢你当我妈了。我疑惑道，没进门前？叶子神秘道，爸爸那天和我说，他给我找了后妈，是在娱乐场所上班的。我去偷偷看过你，那天你喝得晕晕乎乎，去路边买水，
一个抱着孩子的阿姨求你给他们买点吃的，你二话不说就给他们买了牛奶面包，还给人塞了100块。我当时就在想啊，这么傻的人当我妈，肯定也会对我好。我挑了挑眉，那我进门后你干嘛老看我不顺眼？叶子挠了挠脑袋，嘿，锁门，和你保持距离，只是怕我克到你。解开最后的心结后，叶子躺在我腿上，一口一个妈喊着。这样的乔叶，哪里像公司里的人嘴里的黑面神啊？这明明是我的妈宝女呀！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，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，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。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